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斥巨资买了一盒蓝莓，满心欢喜打开，拿一颗饱满紧实，咬一口果皮爆破，姜汁在唇齿间飞溅流淌，一个大写的酸爽。再拿一颗软软塌塌，咬一口水分无几，像面团粘在牙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什么吃蓝莓像开盲盒？我们能否吃到一盒100%好吃的蓝莓啊？目前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蓝莓主要来自智利秘鲁和我国的东北、山东、贵州、云南地区。之前最多的智利秘鲁进口蓝莓，品种是好品种，底子也不差，但奈何长路漫漫，在运输过程中，很多果子已经丧失水分，果肉干瘪，拿到手已经不好吃了。放眼近水楼台的国产区，运输距离是短了，但品种却成了大问题。东北、山东70%种的是北路，贵州地区80%种的是兔眼。这些品种果实软小，不便运输，大部分都是作为加工果处理，少部分售卖的鲜果也是口味不佳。为什么我们的品种就是差了那么一点？我们国内目前的农业更多的是追求丰产性，这也是因为人口很多，先追求吃饱，再吃好。先来看大田作物，再来看蔬菜、肉、蛋，再到很小的水果品种。蓝莓至少在中国，它属于一个小众的作物。国内的公司它没有技术积累的一个过程，意味着它可以选择的品种数量跟范围都很少。其实这2年，像云南那块土地，因为表现出非常好的风土特性，也有很多不错的品种正在开展种植工作。在云南可以生产出国内原来生产不出来的蓝莓。那我倒要去看看产自云南的蓝莓是不是真的就更好吃。云南一个种植天堂，它日照充足，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有着绝对的自然优势，是所有水果的梦想温床。更妙的是，云南梯度悬殊的海拔优势，从几百米到2000米各段位全覆盖，不同海拔高度变换的气候条件可以实现不同蓝莓品种的种植需求，基本可以实现11月到7月全年9个月供应蓝莓鲜果，是我国乃至全球当之无愧的最佳蓝莓产区。蓝莓草莓看一看，尝一尝。但上街买了数盒正宗云南蓝莓后，我却发现绵绵的，挑一片酸一点，没什么味道。这颗就是纯甜。为什么到了云南，蓝莓也不一定都是好吃的？这是因为水果它其实是非标品，你吃任何一个水果，草莓啊、丑橘啊、葡萄啊，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农业和工业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它不像是组装一部手机、一个话筒、一个音箱那么的统一，甚至很有可能同一片地里的2株植株，它长出来的果品、蔬菜口感上也会有所不同。这可能就需要在种植过程中统一和精细的把控，因为一不小心出现把一个品种做烂的问题。阳光玫瑰，跌落神坛的经典，它从日本研发出来，长得好看，果实饱满，光泽细腻，风味也很有辨识度，高甜有强烈花香，口感像蜜瓜一样爽脆。重点是还没有很多葡萄爱掉粒的毛病，天生适合商品化，带起了全国农民的种植浪潮，产量不断提升。然而它变得不好吃了，很特别的玫瑰的香气消失掉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农民会去看上一年的市场反馈，什么好卖种什么，没有考虑它本身土地的因素，有没有掌握相应的田间管理技术。可能有一部分还在用种巨峰葡萄的方法在种，他们的田间管理指导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缺失的。前面我们这里是种5亿的，回了20多万了，价格不好嘛，去年是5.5块嘛一公斤，今年才2.5块啊，我们5亿的老百姓们只能种这甘蔗了。长此以往，农户赚不到钱，好的品种被糟蹋，消费者和好吃的水果也只能擦肩而过。那有可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让美味流传吗？有一家浆果品牌说他们可以，我决定去他们那儿来一次从头到尾的蓝莓之旅，看看他们为什么有自信可以生产出100%好吃的蓝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培养室。天哪，我感觉我进了一个植物的微缩世界。中国有句老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果实好不好实际上从种苗就已经决定了。
这间屋子里的每棵小苗都是通过了极其严格的筛查才来到这里。跟象芹有点差不多。首先的话呢，它需要口感好，中国消费者喜欢偏甜一点。加州酸爽大蓝莓，谢谢。下一个，在苗圃选定的气候能不能有很好的繁殖？个儿大味儿甜，但产量就零星几颗，我们不太合适。容易运输，货架期比较长。硕果累累，但一周一爆浆，现在好吃，以后也得掉链子。坚强一点再来找我。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万到2万个组合，运气好的话可能会选一个，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一个都选不出来。而那些万里挑一的苗子就会成为母猪，开始它的备孕繁殖之旅。取这么一小块的枝条到这个组胚上来养护，除了产检还有孕检，保证这个妈妈健康了以后，我们会移到接种室把这个方盒打开做块繁。无性繁殖可以短时间内克隆出完全一致的种苗，相当于它的后代跟它的亲本是一样的。高效的克隆复制产出了一屋子的天选之苗，还得剔除它们所有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我们是在这个盒子里面养的小苗，洁净的无菌的，一年四季的温度、湿度、光照都是恒定的。传统土栽从种下去到采果4到5年，无土栽培大概需要8个月。提供最优质的种苗，它到种植户地里面的表现也都是一致的，要赢在起跑线上。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把种苗准备好了，剩下的就看生产了。蓝莓太难弄了，不是每个人拿到一个蓝莓的苗子就能种好，30度以上，2小时没给水，嫩的枝叶就开始萎蔫了，肥不够了，它就会提前开花，产量会受影响的。这些高度统一的多胞胎苗子到了田间，还是可能有100种方式渐行渐远。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功课分成3块。首先，水肥管控，果苗的生命之源。尤其像我们是无土栽培，水肥管理要求特别高。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管子，像打点滴一样。对，根据灌服天气的变化来设置，每天定量给到它。好香，口吐芬芳。水肥充足，果实香甜。下面就着手随之而来的馋虫。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蓟马幼虫，像这样的瘢痕。蓟马造成的会很影响外观，10朵花，每一朵花里面我都能见到这个虫子，就会进行一些防控措施了，物理防控、化学防控、生物防控。虫害驱散，颗颗饱满，对应的采摘技术也不能落下。机器采摘的话，果粉的损伤会比较多，肯定是人工采摘的。我们很多的采果工人都是采茶工，像他的话，昨天采了112公斤。其实很快，那速度。雇了熟练工，还得专业培训，从标准上规避工人投机取巧的问题。成熟度对口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有些工人一把抓来的更多更快，但是可能就会抓到未熟。这个就是红，对，吃起来口感那肯定是酸的。你看他们身上都是有这么多个桶，5到6个好果桶，1个废果桶，其实挺少的。我们现在的废果5%以内是我们能接受。1、2、3、4、5、6、7、8、9，好吃，太快乐了！采完果子装车前，还有一关复查，抓住颗把漏网之鱼，剩下的就都是成熟丰满的选美冠军了。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从摘下来到移植送到冷库。过了人工抽样质检这关的蓝莓会进入冷库，开始全程冷链供应，最终在1周之内送上超市货架。再摸索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种植体系，找到了种出一样好吃蓝莓的秘方之后，下一步其实就是去复制这种模式。他们其实在当地跟非常多的农户是有合作的。我决定去拜访2种不同规模的合作种植户，看看这套模式的复制粘贴如何操作，又是否能生产出一样好吃的蓝莓。都进来吧。พี่น้องทั้งหลายข่อยเป็นอีเหย่นาง我们家第1个傣族做种植户已经有了第4年了，技术、灌溉、苗都是公司提供的，我们只管理植株。以前做茶叶啊那种价格不稳定，一天高一天少，现在我们种果莓不用我们操心。由于品牌统一销售，种植户可以屏蔽价格干扰，潜心种植。另一边更大规模的种植户 Dennis 告诉我，
这套合作不仅可以坐拥可观的收购价，还有喜人的亩产。捧你逛一下，这个农场相对来说会大一点，蓝莓的种植面积大概是18公顷，产量还算是比较高的。以前我们农村人民只种菜地啊、茶叶地，种茶叶要得爬山上去，下雨也要躲在雨里面采，收入没这么高，可能每个月能赚到4000左右。现在我们做种植户有点高。种植回报高，意味着这种合作模式更加可持续，进而可以更健康稳定的出产优质蓝莓，消费者也就不用像开盲盒一样的吃水果。哦，这个好大呀，完全不输他们那边。你会发觉，就是这个农场上吃到的果子和另外一个农场上吃到的果子可能会非常非常接近，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开始的时候，大家只希望我可以吃饱，当我吃饱的时候，是不是对我的身体有好处？之后这个标准要持续，变成了我们现在需要去解决的课题。谢谢你看到这里，这趟云南之旅给作为农二代的我开了开眼，我看到了全新的农业种植思路，看到了把农产品做成工业品的打开方式，也看到了在农业里面高投入、低耗能、高收入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作业是可以轻松照抄的。一方面，这种模式它需要的相对集中大面积的土地，而我们的土地所有使用权相对分散。像怡科美这样和当地的农户合作是一种思路，但对应的资金要求、前后全产业链的搭建也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尽管它已经尽可能地剔除看天吃饭的因素，农业作为一个特别领域，仍然充满着重重的风险。我们也在策划更多关于我们本土农业的选题。如果你有更多的好奇，欢迎把你感兴趣的话题发在弹幕评论里，说不定就被我们做出来了呢。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记得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油管频道、当下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